吴越纳土归宋的故事，跟宋朝皇帝透过联姻等关系，然后把两国合成一国。大陆的广电总局特别核准的作品，而且是有国家帮扶的，而且这也是大陆第一次大型的历史电视剧，所以这出剧的门槛很高。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合同的故事。做大剧透的情况之下，就是讲历史可以所以因为这段真的很少人了解。你的观察我们分3个项目观察。第一个项目是为什么选这个时代？你觉得北京想表达什么意思？有没有政治意涵？其实这一部剧很重要的一个主轴就是纳土归宋。对，就通过和平的方式，特别是北宋灭了南唐以后，当时这个形势只剩下这个吴越，其实相对来讲，这个政权相对比较稳定以历史大趋势，当时吴越国的其实国王钱弘处，那他也很清楚，这个以北宋当时这个席卷中国之势势不可挡，也因此他权衡整个吴越王国整个居民，他说13州100万居民嘛，他考虑到老百姓的未来，他认为纳土归宋可能是他最高的选择。事实上不止如此，在南唐当时这个国势最后的时候，他的一个大将其实曾经建议南唐的李后主，他说我有上中下3策，上中下是上策是纳土归宋，和吴越的主张一样，他认为南唐的这个君主还有主要官员既可以保有目前相对比较好的位置或待遇，其实也可以免于兵险。那中策是这个主动出击，打乱北宋的统一。那第3个就是和吴越联盟，割让领土，但最后李密其实做了一个最错误的决定，就是不作为，也没有重修兵家，让自己的国势能够振起。后来的形势就是南唐被灭。那另外整个剧里面，我认为几个主要的人物就讲的同一句话，就是对于太平年的向往。这太平年的向往不只是讲赵匡胤，像这个吴越国的国主这个钱弘处，另外后周世宗的柴荣反复讲到太平年，特别是它里面有描述柴荣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他说他真想看看太平年是何光景，因为几乎都是武将，他们就想在太平年里面能喝一杯热酒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和情怀。这就代表当时5代十国纷乱战乱不断，那事实上连军人也感觉到这个生活在这个世代是一个非常非常差的世代。而且里面有描述就是当时中国的人口真是减少的非常非常的可怕，包括唐僖宗乾伏时期，他的年号叫乾伏嘛，乾伏时期，他说整人口大概2600-700万，但是到了北宋初期的时候，可能不到1000万，就是人口少的非常非常的多。5代十国之战乱不断，很多主要的战役，他能出动的兵力相对有限，可能你总国家军队人数很多几十万，但你能运用在一个主要战役的整个交战兵力最多大概2-3万而已。这代表当时不断的这个征战，不断伐的状况下的中国的人口严重流失，这是当社会的背景。其实剧中反复强调，主角人物或者一般将领或者老百姓对于所谓太平年是有深刻的向往。老实讲，因为他开头做了一个军阀吃人的故事嘛，而且连自己的儿子都吃嘛，是让大家很震撼。我觉得他的开头做得相当好，因为虽然这个跟后来主线剧情没什么关系，但他也生动的去呈现了一个战乱年代的一个样貌。说实在的，他所呈现那个吃人的样态是真的，因为吃人的军阀他多了去了，只是说有些人比较有名，有些人比较这个无名，或者是他不见得他随时都吃人，他真的没办法吃。我记得吃人最有名的就是唐末秦宗权，蔡州的一个军阀。哇，那总编历史很好啊！还好。既然知道秦宗权，那你这个也算是我们历史的票友了，是历史剧的票友。你讲没错，其实黄巢军就吃人吃了不少了。那当时因为这个天下大乱嘛，那遇到第一个问题是生产荒废，生产链一旦终止，要再恢复是很困难的。是。它因为农作生产，它至少需要好几个月，再加上你必须要稳定的生产，然后你还要能够稳定的产出，那还有关于水利设施的新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没有发现4大古文明里面，基本上它都产生于大河流域，因为在大河流域的时候，它有足够的水量可以浇沃这些作物，这些大河流域通常它不是一个很湿润的地方，所以它更需要灌溉，所以国家的力量是要高度去动员。其实说白了，以目前的话语来，就是以政府的力量把你的
基建工作做好，政府公部门公资源的相关配套的一些措施。链的问题啊，一样，在古代是同样逻辑，只是它没有工业化而已。在前工业化时代，那它更需要劳动力，它更需要政府的高效运作，它更需要政府能够如何的去100万军民的生产调度，它才能让国家的力量能够贯彻。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状况。整个唐末的时候，尤其从安史之乱之后，生产逐步破坏，所以生产力大减，人口就开始减少，饥荒不断，连一桃花没得吃，又变成落草为寇，落草为寇又容易被军阀吸收。所以到了唐末这个问题严重到最高潮的时候，就被一个落地书生黄巢给集结起来。黄巢所集结起来就是100万农民军，100万人在全国打砸抢。你刚刚讲熹宗乾伏年间，黄巢正闹的时候，2000多万的人口，有100万人跟着黄巢闹事，还别讲各地的大小匪寇、大小流寇，还你官军也得有100万去跟他对打。官军里面还有各路军阀，还有私兵，所以整个国家根本没有在生产。这就造成为什么要吃人，因为到时候你真没生产力，所以当时人有一个昵称叫两脚羊。这个真是历史的一个悲剧了啊！所以这个大概背景这样，你就知道五代十国为什么那么乱。大家有的时候比较不去提及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它的礼崩乐怀又一次出现了。为什么？就因为到这才真的战乱太久。大家想，唐朝总共289年，289年呢，将近300年时间呢，后面的差不多有150年左右，就差不多一半个唐朝都在战乱。从安史之乱之后就一路乱，中间当然有几征起伏，然后大乱到五代时候又乱了50年，所以将近200年的大乱局啊，这个就差距是很大。所以就礼乐崩坏嘛，然后这个因为社会那个情势这样，就是以武力夺天下，枪杆子出政权，也因此当时骄兵悍将之下，皇帝怕大臣，特别手握兵权的大臣，那大臣动不动就会裹挟君主，严重的话就是兵变。那时候有句话，他们叫做称武夫为巴丘子，就是当时社会对于军人都是一些大老粗，你必须要好好安抚。这已经变成那时候五代十国不管任何一对于这个部分都特别的用心。就4个字：骄兵悍将。骄兵悍将。第一集就皇帝来了手诏，他们都可以不服诏。然后里面还有包括我们因为怕剧透了，我们就谈论一点，你可以自己看啊。比如说吴越一开始的权臣胡敬思，那胡敬思你看他们都是用军职，整个吴越国重点是军职，不是文职，文职是相对是辅佐的。节度使这个头衔在盛唐的时候确实就军职，他没有军民合一，地方民政靠的是州郡的长官，中央呢靠的是这些宰相。五代呢，整个正统王朝继承者，五代的官职里面文官还是比较多比例。可是下放到10国，10国呢，其实就是在五代之外的10个割据的政权嘛。而这些割据政权当然它不是同时存在的啦。大抵来说可以给大家一点就是基本的一点概念哦。四川这个地方，四川盆地地方就前蜀后蜀哦，就以前是活得比整个五代还长，它的唐末就已经属于半独立了。但因为它是主要国家，我这边就多介绍一点。它不是里面都讲说它叫镇海镇东节度使，因为它是集2镇之一，镇海跟镇东刚好这个节度使的住所是一个是杭州，一个是绍兴，这样来的。所以镇海镇东，吴越国主吴越国王头衔一定是要东苏令检校太傅，镇海镇东节度使。但吴越生存之道，其实在五代里面，在10国里面很有趣。它属于4大族。中原这个政权就五代嘛，这个梁唐晋汉周。那特别是这个你要当吴越国的国主，一定会很恭谨的侍奉这个宗主，你必须要获得中原政权的册封，才在名义上，否则有一个名称叫做留后，这个国主候选人的意思。他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吴越国主呢，就我刚才讲到说，这10国里面吴越国是最长寿，而且它是唯一呢比五代还长寿的。吴越国它的前身其实就是节度使，所以节度使这个是从唐朝以来之，所以大家知道五代10国是唐制，所以宋承唐制就是这样来。当然宋朝开国之后，他改了很多东西，因为他等于说他重新收拢兵权，这个重文抑武嘛，他就等于是压制武人，避免骄兵悍将。所以你看吴越国已经是个非常和平的国家，他基本上也不太对外兴战，少数时候就是跟南唐 PK 嘛，要不然就是镇压国内的叛乱，再不然就是唯一往南打就去打闽国。多数时候4大主义也跟中原不交谈，因为他突然他中间隔了一个南唐，前期是杨武，后期是南唐，他们也不交也不相接所以吴越有一个好朋友啊，也是以4大主义闻名的是谁呢？是朝鲜。朝鲜不管哪一代，基本上都奉行4大主义，尤其唐朝之后，因为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嘛，新罗国就4大主义，因为新罗国非
非常长1000多年的国之后的朝鲜的王国都是4大族。长期呢，吴越因为海运很发达，当时他们已经可以航行到印度洋去了。对，比如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贸易伙伴叫三佛齐，爪哇岛上的王国非常有名的佛教。比郑和下西洋还早太多了。郑和下西洋是明朝，那不隔几代了。特别我里面有讲到，他跟日本方面的贸易啊，对，非常兴盛，而且海上贸易其实以当时来说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一个行业。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个背景对，吴越国相当于是全带了整个中原王朝的海外贸易功能。原因是因为这样，第一个，吴越国它拥有非常好的港口，因为吴越国占据了这个钱塘江口嘛，对，钱塘江口的舟山群岛还有宁波这一带是天然良港。今天中国第一大港不是上海的洋山港，今天中国第一大港是宁波舟山港。舟山港，对，这里是天然良港。第二，它的位置适中，它往北到中原王朝，为了维持和平政策，南唐跟吴越都没有实施经济壁垒的政策。这个南唐的商人可以进出吴越，吴越的商人也可以到南唐，甚至到中原，而中原的商人也可以到南唐到吴越。虽然他们之间几战几和，但原则上他们不实施经济制裁政策。对，那所以是这个样，他没有实施禁运的，就基本上是在商言商。对，其实就跟今天的中美局势很像。因为中美局势就是不断对打，但是呢，你看川普乐乎的就是要跟习近平见面，然后就是要做生意嘛。所以当时的吴越透过虽然已经是半荒废的大运河，但是依然有一定的漕运功能的话，很多中原来的各种产品，还有包括从江西，因为江西是南唐国土，而江西大家知道最有名的什么？景德镇，当年还产金产铜，江西的矿产多嘛，江西有很多好料，还产丝绸。这个淮南地区这个养蚕种桑很发达，因为这个地方风土条件刚好，不冷也不热，桑太热，桑树长不好，产业养不大所以呢，刚好介于这个之间，淮南占据这个，你看以前那个扬州是丝绸之都嘛，对不对？桑树的话，有土地也不要太淡，它有一点点淡一点咸分，它会活得更好。当时南唐被人家叫淮南，因为它是这个淮南当时以它的这个节度使号为称淮南。那太平里面我有一个小川的地方，就是这个当时南唐的自称大唐，他认为他们是唐朝继承者，外地人叫南唐人叫淮南。虽然它的国土是地跨淮南、那个南京就这个安徽、江苏，然后到江西，但它的核心部件在淮南，因为当时淮南比较发达，那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贸易沟通，所以吴越国就全带了这个角色。所以吴越国的船北到朝鲜，南到这个三佛齐，甚至航行进入印度洋。所以吴越国的船舰非常的发达。那这也是为什么舟山群岛上，它里面有一个是虚构叫黄龙社，对不对？那黄龙社是那个老三的这个妈妈住的地方，然后。但是在那个舟山群岛上，为什么那么多易到易商的船队存在？因为当时这就是历史事实了。还有后周这个政权成立以后，其实当时中原因为战乱不断，几乎在粮食这个部分处于一个既没物流也没有基础设施，人口又不够尴尬的局面，因此主要是需要外面很多粮食来供应。进入北宋以后，和吴越和南唐这些通商来讲越来越便利。随着北宋进行统一战争，陆续收复了蜀地，还有南唐，整个中原才逐步恢复原来的生机。对，这其实影响很大，所以你也大概也就是说，我们以古鉴今嘛。对，为什么今天中国那么强调粮食自给率？今天中国粮食自给率几乎100%，这个对于粮食的生产，包含就是袁隆平这个院士被称为是杂交水稻之父。那最近这个共和国勋章又提名了什么远程杂交小麦，因为它是香港很大的物种来杂交的小麦之父，他今年也被提上来，叫南辕北里，他也提上来准备要这个领共和国勋章今年4个人之一。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视粮食安全。其实你从吴越国就是从太平陵里面，它真的很多寓意在里面那包含为什么是从莱州，莱州就今天的丹东的莱州来上岸的，很简单，因为当时这个南唐跟中原王朝的交界线大概就在今天的淮水左右。那淮水往北会威胁到泰山的南部嘛，所以泰山成为一个天然屏障。中原王朝唯一可以稳定掌控的出海口，主要就在泰山的山东半岛的泰山以北。到黄河口，但黄河口不是一个很好的航改道，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从那边上岸比较安全。然后，但是那边呢，因为渤海湾水浅，所以都是这个平的沙，所以它的这个运载量有限，它就换小船。所以要出海的大船还得从吴越出去。它逻辑是这样。那另外在这个太平年里面，其实很有意思。我们知道五代很多战争嘛，五代十国，尤其是这个北宋统一战争，对于水军这个部分就有特别的描述。水军的话，最强的其实就是南
南唐和吴越两国。那北宋是这个政权相对稳定以后，才开始训练水军。末期统一战争里面，包括里面好几个大将，像曹彬啊、潘美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北宋时期的名将。但是其实我觉得从太平年的故事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今天军事的一些影子啊。对，这也是想说今天从这个角度去跟大家切入来谈论。然后刚才讲到吴越国的这个重要性之外，那我们再往南讲，我们把十国给讲。吴越南边是福建，福建有个闽国。闽国呢，在这个故事里面相对没那么重要，曾经经历过一个很强一个内战。闽国的这个开国主呢是叫王审知，但是真正开国要从他哥哥王朝开始算起。王朝、王审知、王审圭三兄弟啊，就是跟随了另外一个军阀到这边之后，后来他们把军阀给推翻掉，王朝自己当上了节度使之后呢，就在闽这个地方安居下来，以今天的福州为中心，然后接着拓展到了泉州、漳州，尤其是泉州，因为泉州啊，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泉州是一个大港，对，泉州是国际大港，可以这么讲哈，东南三大港基本上就是在钱塘江流域会有一个，泉州这里会有一个，泉州湾这里会有一个，然后再来到广州，这个距离差不多是这样。但泉州因为割据的关系，所以泉州在五代的重要性是下降的。所以为什么吴越就全带了泉州的功能啊，变成大发利市？闽国曾经出现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内战的时候，两边都称帝嘛。你说闽国这么小一个省也可以称帝，我跟你讲，不止一个省称帝。他们曾经内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王审知啊的后代，这个王朝三兄弟后来就变成开闽三王。今天王审知呢，又被认为是闽国真正的开国主，因为他称王了嘛。但是他们三兄弟合称开闽三王，然后他们的后代内战，当时发生一个很扯的事情是，既然有5个县，就称天子，叫五县天子。五县天子被认为是中国历史有记载的，大概是领土最小的天子。然后最后还打赢了。他一开始不是有说，这个吴越派军到闽，结果战死很多人没有回来嘛，上万兄弟没有回来，因为吴越国介入闽国的内战。当时南唐跟吴越国打代理人战争，所以介入闽国的内战，结果后来啊就共分，把闽给分掉。对，然后再往南走到两广地界啊，就过了岭南之后，到今天大概两广的地界，尤其是两广的东南部，这里就广东、广西，尤其珠江下游这一带，以广州为核心，就是所谓的南汉。汉的开国主姓刘，这个南汉又叫清远君，也是一个节度使的名称，都是以节度使地界作为独立的方式啦。但是南汉因为天高皇帝更远，所以他也称帝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哦，离中原越近的不敢称帝，离中原越远的一律称帝，或者是有天然阻隔的一定称帝。所以前蜀后蜀都称帝嘛，南汉称帝，闽国称帝，但吴越不称帝。吴越四大主义，南唐12称帝，12称王，因为在看他的国家强或弱，看中原对他控制力道，因为南唐比较强盛嘛。那对，然后最后一个单独的小国呢是北汉，北汉在今天的基本上就是山西的附庸国。对，它在今天的山西中北部，以太原为核心。那北汉其实是后汉的残余啦，就是说后汉当时灭的时候，梁唐晋汉周嘛，后周并没有完全把它兼并，后汉那一块这个独立出去，他们的这个等于说他们的皇家在那边残留了一个，然后以契丹为背景，所以主要的中原战争其实是发生在北汉跟后周还有北宋的对战上面，这个打最多，因为这边就是一个代理人战争。刚这么多王朝，太平年看剧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后晋了，后晋是从后唐再继承过去的，因为后唐末年又乱掉。一个王朝，3个帝王家，2个姓氏。因为呢，这个其实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所以他等于小李嗣源1倍。而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那李克用是这个河东节度使的开创者，然后也是后唐的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开国主。虽然他那时候还没占领中原，没有称帝。而李克用跟耶律阿保机，也就是辽的前身契丹，也就是耶律德光的爸爸，称兄道弟。赵匡胤其实他们家是军人世家，其实剧里面有讲到，他老爸其实在梁唐晋的时候就是禁军一个将领。这个赵匡胤从军的时候，就是依附他爸爸，在这个军队里面开始晋升，而且后续的发展，当然这个剧里面有加一些料，比如保卫汴梁城啊，坚守10日啊，然后逐步到后周的时候变成面前副都指挥使，周世宗的时候新设的一个官职，蛮重要的，基本上就是禁军的将领嘛。这个赵匡胤和他爸爸那一段，其实是以前大家比较少了解的一段历史。这么讲哈，赵弘胤呢，基本上在后晋就是个透明，就是他大概是禁军的高级将，但是他绝对不是禁军当中的。就是说赵光胤可以在禁军里面升那么快，那肯定是他爸爸在禁军当中资历老嘛。他爸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活得久，10几
岁，那还可以打仗，那所以他的待机时间长了，就是说，你看你也是老人了嘛，你这个也是这个老人当家当差了嘛，所以资历深在当时就是一个重点啊。所以其实今天如果他儿子后来没当皇帝，这个将领在史书当中大概就匆匆一笔带过。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要刚才大家聊天室有提到说，当时还是有人反对割让验收之后，我说对，没有错。可是你要在当时史人讲，华夷之变真正变得非常严厉、严格，而且有更强的民族主义，是到了宋朝理学复兴之后，因为要对抗辽，要对抗西夏，北宋的这个思想开始发生了大规模的发展，而且因为宋朝强打一个安居乐业，所以这个文化就重新得以发展这个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呢，希望给大家就透过这个太平年，也跟大家聊一聊现代军事啊，然后贯穿一下这个古今思想啦，哈，希望对大家也有所帮助。你也就会知道为什么今天中国那么强调出海了，对，因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权，它就必然会出海，对，要掌握外交主动权，要掌到海上主动权，哦，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中国海军哦这个发展的极为迅速哦的一个关键。那我们今天呢，我的直播间聊到这里，那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年后再见，我们今天谢谢总编，大家拜拜，拜拜。